竞技体育是个残酷的舞台，有人努力了一辈子都拿不到那一座冠军奖杯，有人空有一身实力，无奈时运不济。但世界上却有这样的一名选手，他今年只有24岁，却几乎拿完了所有能拿的奖项。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拿下了世界杯冠军，第一次踢英超就拿下了英超冠军，第一次踢欧冠，当然也拿到了欧冠冠军。从南美洲一直赢到欧洲，赢到世界，除了拥有超强的运气之外，自身的实力也是他成功的关键。在世界杯1/4决赛，一人独进2球，是阿根廷夺冠的重要功臣，也是足坛备受瞩目的潜力新星。他就是来自阿根廷的小蜘蛛阿尔瓦雷斯。阿尔瓦雷斯在2000年的1月出生在阿根廷的卡尔钦，是来自一个农村家庭，和大部分的阿根廷小孩一样，他从小就和足球形影不离，在只有2岁的时候，就每天在家里追着足球跑。他和哥哥们唯一的乐趣就是踢足球，每天都要踢到太阳下山，才依依不舍地回家吃饭。3岁半的时候，他加入了当地的足球学校，并马上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。虽然个子小，但却有很出色的控球能力，就像有好几只脚一样，无论对手怎么努力，都没办法从他的脚下把球抢走。所以哥哥们就送了他一个外号小蜘蛛。而随着表现不断进步，小蜘蛛这个外号很快被传了出来，周围的居民都知道卡尔钦是有个小个子，身高不高，但动作飞快，总是能打进一粒又一粒的进球。就连每次比赛前刚到球场的时候，裁判们也都会问小蜘蛛今天会上场吗？而作为卡尔钦市最有天赋的孩子，阿尔瓦雷斯也从小就确定了他的目标，要成为阿根廷国家队队员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，他曾经有幸和梅西拍过合影，而在一段经典的采访中，他也亲口说过，偶像就是梅西。而这时他一定想不到，在未来的10年过后，他将会帮助自己和偶像共同实现2个人的梦想。在俱乐部的出色表现很快吸引了其他球队的注意，有很多的知名俱乐部向他发来邀请，其中就包括了超级豪门皇家马德里。在只有11岁的时候，阿尔瓦雷斯收到了皇马的邀请，远赴西班牙进行试训。试训的表现非常不错，他在5场比赛打进2球，帮助球队拿下了杯赛冠军。球探们都对他赞誉有加，告诉他们皇马有兴趣留下阿尔瓦雷斯。不过根据 FIFA 的新规定，16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在离开父母的情况下与成年队签下正式合同。考虑到阿尔瓦雷斯年纪太小，要举家搬到国外又有签证的问题，所以他们最后放弃了这个机会。带着与阿根廷2大传奇迪玛利亚还有伊瓜因的合照，小蜘蛛选择回到阿根廷继续磨练。不过是金子终究会发光的。回到卡尔钦的小蜘蛛横扫了地方赛事，每一年都拿下冠军，还有金靴奖。终于在15岁那一年，他下定决心告诉爸爸，如果有球队要签下我的话，那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而这时候向他发了邀请的就是阿根廷2大豪门之一的河床俱乐部。这支球队不但历史悠久，而且和卡尔钦的俱乐部是一样的球衣配色，也是阿尔瓦雷斯最向往的球队。这一次前往首都的试训仅仅用了10分钟，阿尔瓦雷斯就成功打动了河床的教练，决定把他招进青训队。于是15岁的小蜘蛛终于离开家乡，准备在更大的舞台上大放异彩。河床俱乐部和博卡青年俱乐部是阿根廷历史最悠久、支持者最多的俱乐部。2队从有记录第一次交手的1908年到现在，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。因为2队的粉丝阶级呈现对立面，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恩怨情仇，所以每一次比赛都会爆发大规模冲突。阿根廷国家德比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激烈的德比赛事，所以被叫做超级德比。而阿尔瓦雷斯进入青训队后不久，就带领球队赢下了在美国举办的阿迪达斯杯邀请赛，并在2018年被提拔到河床的1线队。仅仅是在生涯的第5场比赛，他就踏上了南美洲最大的舞台——解放者杯决赛，而对手正是博卡青年队。南美解放者杯聚集了南美洲各大冠军俱乐部，基本上就是南美洲的欧冠联赛。解放者杯决赛遇上超级德比，这个盛大的舞台也成为了小蜘蛛开挂人生的开始。决赛首回合打成2-2，次回合也以1-1的平局进入加时赛。
阿尔瓦雷斯替补登场，马上发挥作用，一次传球配合帮队友打破僵局。最后，河床以3-1击败博卡青年，小蜘蛛赢下了他生涯的第一个大赛冠军，但他的冠军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在河床的前3个赛季，小蜘蛛不断进步，也成功入选了阿根廷的青年队，和另一名小将恩佐被叫做河床双子星。其中在2019年5月，他跟随球队赢下了南美优胜者杯冠军，在12月份又替补登场打进1球，帮助球队赢下了阿根廷杯。虽然这段时间大部分是替补出场，但是在2021年，阿尔瓦雷斯迎来了大爆发。此时，他成为河床队的绝对主力，在比赛中屡屡上演精彩的进球，而每次进球过后的蜘蛛侠手势也成了他的招牌庆祝动作。这个赛季，他出场21场，打进18球，成功拿下阿甲金靴奖，带领河床队重夺阿甲冠军，并在领奖的时候戴上了蜘蛛侠面具。这一年，他拿下了阿根廷超级杯，还有阿根廷冠军杯，基本上已经拿完了阿根廷国内所有的奖项。而也正是在这一年，他成功入选了阿根廷国家队，终于成为了梅西的队友，征战2021年在巴西举办的美洲杯。作为南美洲的传统强队，阿根廷一直是美洲杯的霸主，但是在1993年之后就再也没拿过美洲杯冠军。尤其是在梅西的带领下，阿根廷4次进入美洲杯决赛，但最后都遗憾落败，没能带领国家队拿下大赛冠军，也成了梅西心中永远的痛。但就在2021年，小蜘蛛的第一次美洲杯，阿根廷全队上下万众一心，门将大马丁一战封神，天使迪玛利亚又一次决赛进球。最后，阿根廷以1-0击败了另一支南美霸主巴西队，终于斩获了梅西时代的第一座大赛冠军。阿尔瓦雷斯虽然只替补登场1场比赛，但同样收获了这个荣耀，拿下了美洲杯冠军。而他这一年的表现也成功被看到，于是英超的霸主曼城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，在2022年1月把他引进球队。这时他的身价仅仅2300万欧元，转会费也只有1400万，但是在不久后的将来，他将会成为曼城队最好的一份投资。而从小作为梅西的粉丝，阿尔瓦雷斯也一直很崇拜瓜迪奥拉，还在上课的时候偷看瓜帅的比赛。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，和这一位最佳教练联手，准备继续书写开挂人生。如果说2021年的小蜘蛛已经大爆发了，那2022年那就是再度进化。5月25日，在回族给河床的解放者杯小组赛，他面对秘鲁的利马联盟，大杀四方，各种吃饼、远射、世界波，靠逼抢和跑位单刀破门，一场比赛打进6球，用完美的发挥告别河床。6月1号的时候，他参加了南美洲欧洲冠军杯，这是一个已经停办了29年的国际大赛，此次由欧洲杯冠军意大利对阵美洲杯冠军阿根廷。同样是在最后阶段才替补登场，小蜘蛛跟随阿根廷击败意大利，又收获了一座大赛冠军。2002年8月7日，他迎来英超首秀，很快他就站稳脚跟，获得更多的出场机会，也在英超和欧冠赛事中取得进球。虽然主要是担任哈兰德的替补，不过这一年真正让小蜘蛛一战成名的就是足坛的最高荣誉世界杯。和每一个阿根廷小孩一样，阿尔瓦雷斯从小的梦想就是站上世界杯舞台，亲手举起大力神杯。而这一次，他的机会来了。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，应该很多人都还印象深刻，因为很有可能是梅罗最后一届的世界杯，所以得到了全球的关注。靠着世预赛的出色发挥，小蜘蛛入选了出征世界杯的大名单。虽然作为22岁的年轻球员，阿根廷显然更信任前辈老塔罗，但就在世界杯第一战爆冷输给沙特之后，主教练决定重用阿尔瓦雷斯。于是从这一刻开始，小蜘蛛便开始了他的表演。他在场上就像不会疲倦一样，拼命地逼抢跑动，解放了梅西的压力。小组赛面对波兰，他打进世界杯第1球。1/8决赛面对澳大利亚，又是靠逼抢造成门将失误，拿到球权后射门打远角得分。到了半决赛，面对强敌克罗地亚，本来都以为这会是一场硬仗，但阿尔瓦雷斯的表现征服了所有人。比赛第31分钟，接球杀入禁区，成功造点，梅西主罚命中，打进本场第1颗进球。才过了不到5分钟，小蜘蛛从后场策动反击，一路向前飞奔，冲到禁区，在对手的围堵下把球送进球门，比分2-0。来到世界杯最精彩的一球，梅西用精湛的脚法戏耍格瓦迪奥尔，
人群之中找到了阿尔瓦雷斯，轻松的推射破门，锁定胜局。这场比赛他一人独造3球，击败了以防守著称的克罗地亚。最后到了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决赛，小蜘蛛一直跑到了103分钟才被换下场，替补席上的他无比煎熬，只能看着时间不断流逝。最后的最后，一切都结束了，阿根廷成为了世界冠军，阿尔瓦雷斯站在了世界之巅。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，也帮助偶像完成了梦想，这是很多球星努力了一辈子都无法收获的最高荣耀，而他第一次参赛就成功做到了。世界杯上4球的表现也证明了他的成功不只是运气，这一座世界杯他绝对值得。带着世界杯回到英超曼城，阿尔瓦雷斯的开挂生涯还没有结束。曼城队近几年都是英超霸主，而小蜘蛛加入更是如虎添翼。于是在生涯的第1个英超赛季，他就收获了英超冠军，然后又在不久后跟随球队又拿下了英格兰足总杯的冠军。凯恩表示可恶之极呀。不过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欧冠赛事，曼城队每一年都作为欧冠热门，但却从来没有夺冠。但是这一次，他们一路横扫各大对手，最后在决赛上击败国际米兰，队史第1次夺得了欧冠冠军。决赛上的小蜘蛛虽然没有上场，但同样是在第1次的欧冠之旅就成功收获了欧冠冠军。强如世界顶级的姆巴佩，还有征战20多年的意大利门神布冯都没有夺得这个奖项，但是阿尔瓦雷斯做到了。他成为了史上第1个在一个赛季内拿下世界杯冠军和球队3冠王的球员，冠军属性拉满。而到了下个赛季，因为德布劳内的受伤，小蜘蛛获得了更多的先发机会，也再度证明了他的实力。不管是踢前锋还是中场，他总是能创造机会帮助球队，现在更是把任意球破门变成了重要武器。赛季为止出赛24场，打进10球，传出7次助攻，是曼城队的绝对主力。虽然在英超目前是排在第3名的位置，但这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他又收获了2座冠军。先是在8月份的欧洲超级杯，由欧冠冠军曼城队对阵欧联杯冠军塞维利亚，这场比赛双方进入点球大战，小蜘蛛稳稳罚进，帮助球队拿下比赛，收获了欧洲超级杯。2023年12月，曼城队第1次进入世俱杯决赛，阿尔瓦雷斯作为先发登场，只用了40秒，就用胸部补射破门，创下了世俱杯的新纪录。这场比赛用2射1传的完美表现，带领曼城队拿下了世俱杯冠军，在1年之内斩获5大杯赛，成为了年度5冠王。时间来到2024年1月，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迎来了自己的24岁生日。这一年，他继续作为梅西的队友，共同为阿根廷国家队效力，一起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美洲杯。作为球队的关键球员，小蜘蛛在比赛中展现出了出色的速度和技术，为阿根廷队的进攻端带来了强大的支持。最终在决赛中，阿根廷队以1-0战胜哥伦比亚队，成功夺得了美洲杯冠军。这也是小蜘蛛职业生涯中继2022年世界杯后的又一重要荣誉。整个2024年，小蜘蛛在国家队和俱乐部的表现都十分出色。他在各项赛事中总共打进了30多个进球，并送出了10多次助攻。他的出色表现也让他成为了世界足坛最炙手可热的年轻球员之一。职业生涯才刚刚起步的小蜘蛛就几乎掌握了所有能拿的奖项，所以被说年纪轻轻就没了梦想。放眼整个足坛的历史上，能收获这么多荣誉的球员也是少之又少，这可能就是超强运气吧。从职业生涯开始到现在不到几年，他从阿根廷的联赛杯赛冠军到南美解放者杯冠军，然后冲出美洲来到英超，拿下联赛各大奖项，再收获5冠冠军，当然还有他最大的梦想，世界最高荣耀世界杯冠军。年纪轻轻，他就斩获了15座大赛冠军，决赛冠军胜率100%，而且在2023年年末的金球奖上，他排到了第7名，证明他不止运气好，实力也很强。2024年8月，西甲马竞俱乐部宣布以9500万欧元、7500万欧元基础转会费加2000万欧元浮动奖金签下阿尔瓦雷斯，成为夏季转会窗口期的标王，也创下了曼城队史出售球员转会费纪录。在马竞和阿根廷，
小蜘蛛都有着光明的未来，效力于顶级联赛。更重要的是，一表人才，和偶像梅西一样，阿尔瓦雷斯也有个青梅竹马的女友，已经交往了很长的一段时间。这样的经历比爽文里的男主角还要夸张。虽然小蜘蛛也才刚加盟马竞3个月，还在不断适应西甲的比赛节奏以及融入到马竞的体系当中，初期交出的成绩单也和人们的预期有一定的差距，甚至还一度被人质疑为水货标王。但是在最近的比赛中可以看到，在经历了一段适应期后，现在他的状态已经开始回升，在进攻端的参与度和威胁性正在逐步提升，他的状态复苏对马竞来说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。我们甚至也在期待24至25赛季结束后，小蜘蛛阿尔瓦雷斯是否能拿下西甲的冠军奖杯，将爽文男主角的故事继续演绎下去。